这是航拍的南京园博园。这次在南京赏秋，也听取了很多网友的建议和要求。比如今天制作的这个南京园博园，就是听了几个网友的建议，说那里的秋色还不错。这个视频实际拍摄于11月底了，搁置了很久也没有编辑出来。主要是那天去的时候天气不好，也没有逛完整个园博园，只去了很小的一部分，怕这个视频做出来不能够体现园博园的完整性。其实我现在正在日本的京都赏秋，不过南京还有好几个视频没有给大家播出来。想了想，还是把南京的所有视频发出来，再编辑日本的赏秋视频。所以今天还是先跟着我去看一看南京园博园的秋色。在南京赏秋的时候，恰巧以前一起旅游的几个老朋友也过来了，正好他们今天去南京的园博园，我也一起跟着去了。其实园博园不是在自己的赏秋计划之内的，但也看到过几个网友的留言，说园博园的秋色还不错，加上他们几个朋友要过来，所以干脆来这里拍一拍。园博园的门票不便宜，100多呢，而且这里的缆车、小火车都是单独收费的。看了一下景区的地图，现在有3大景区，一个是时光驿谷，一个是苏运会谷，还有一个是云池梦谷。可能现在是淡季了，景区里感觉都没有游客，就我们几个人。因为主要是想看这里的秋色，所以我们去这里的苏运会谷，也俗称13园。这里复原了13个城市的历史名园，主要是南京、无锡、常州、苏州、淮安、扬州和泰州7个城市。据说这个园博园景区以前是个工业矿坑，现在被打造成了这样一个旅游景区。不过说实话，门票有点贵，因为北京也有一个园博园，规模比这个还大，但是票价非常便宜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好像是常州园，在路边看上去园区设计的还不错，现在已经秋风瑟瑟了，但仍然有不少的红叶和彩林。把天空用这些东西挡一挡就好看。里面还有几个奢华的酒店，估计以前这里举办过什么大型会议吧。这个13园里面规模和景区规划比较好的是南京、苏州和无锡，我们主要先逛一逛这3个园区。现在来到的是苏州园区，这3个园区也挨着。先来欣赏一下苏州园林。照例都是假山石后有美景。这里面复制了好几个苏州园林的典型建筑，看看你能认出几个来。同行的伙伴这次也义务当起了摄影师，帮我拍背影。这还挺漂亮的，是最大的应该南京园。远处看到的是沧浪亭。这个苏州园林面积还不小呢，里面复制了很多的苏州著名建筑。
远处看到的是南京园的高塔，这是羊脂亭。这是园区内的环廊。现在去旁边的南京园看一看，南京园的位置也是最高的，规模也应该最大了。这里面有好几组高大的建筑，可以看出这里面的园林设计还是非常用心的。这什么塔呀？这是复制了一个高大。果然这个南京园做得非常的宏大。园区里最主要的建筑是一个复制的锦阳楼。明显感到现在刮起了比较大的风。这里面有很多漂亮的红枫，非常的提亮颜色。离开南京园，我们又到了旁边的无锡园。这三个园区也是景区里面规模相对大、设计比较规范的三个园林。只可惜这么大的园林没有几个游客，除了季节的元素，我想票价比较高也是原因之一吧。当然可以看到这个园博园也是耗费了巨资，只是这么大的园林没有几个游客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其实今天看到的园林秋色还是挺好看的。看这个无锡园，亭台楼阁，斑驳的秋色，红枫、绿植、水塘，美得像画一样。尤其是这里的红枫非常的艳丽。这次和几个朋友聚会聊天，他们过几天打算去日本赏枫。正好我前一阵办的日本签证也下来了，所以干脆约好一起去。所以这几天我都在日本京都赏秋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几天在京都，我恍然总是觉得自己还在南京，因为两个地方有很多相似之处，尤其是赏秋都有特别多的景点。其实如果那天在园博园天气不变天不刮大风，还准备去时光驿谷和那个水下植物园看一看。所以最终我们只在南京园博园里面的13园逛了几个园林，像这边还有很多大景点，可惜都没有去。如果哪些网友去过南京的园博园，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体会。最后从空中看一看这个南京园博园的13园。